默许靖白霸凌甄嬛的靖安师太究竟有多厉害？可别被他老好人的形象给骗了，他才是真正的职场老油条。回顾靖安师太的第一次出场，面对已是废妃带发修行的甄嬛，靖安的表情神态那叫一个和蔼可亲，寥寥数语间就让甄嬛对他的印象极好。娘子来了，有劳主持等候。不妨不妨，凭你法号靖安。请注意，靖安接下来的话完美体现了什么叫皇家四院一把手该有的御下之术，秉持着先礼后兵的原则。靖安师太在短暂的问候之后，立马开始给甄嬛普及甘露寺员工守则。宫里来了旨意，说娘子是带发修行，即便如此，入寺修行戒律是一定要守的。说白了，靖安的做法属于丑话说在前头，到什么地方就得守什么规矩。同时，甄嬛身份敏感，从前又是宫里的贵人，为了防止甄嬛拿从前的身份来压人，靖安特地提醒她一句：你既已入寺，便不再是宫中的贵人，自然要远离红尘，也不得再用旧称。接下来就是一整套赐法号、撒甘露的员工入职手续，同时一个让观众讨厌到不行、存在感很强的角色出现了。这是靖白，他掌管本寺一应起居杂事，你日后有事找他便可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靖安与靖白站在一块儿，一个慈眉善目，一个尖酸刻薄，摆明了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再加上这俩人的法号明显师出同门，说明靖安和靖白大概率是同门师姐妹，关系肯定是捆绑的。很多时候靖白的意思往往也代表着靖安的意思。很快的，甘露寺副本一开，靖白就开始带人明目张胆的针对甄嬛了，累得甄嬛刚出月子便要捡柴火、擦地，做各种粗活，严重点的时候更连口热饭都没得吃。再去拾2担柴火回来，要不不许吃饭。试问甄嬛被霸凌这事儿，靖安身为主持会不知情吗？如果靖安知情，那他为何让靖白出现欺负甄嬛，自己却选择在背后做老好人呢？其实这才是靖安处事聪明的地方。可莫愁毕竟是宫中的贵人，如此实在是委屈了。奇了怪了，大家伙儿想过没有？皇后带嫔妃们来甘露寺羞辱失势的甄嬛，靖安好端端的，为何要替甄嬛说话？其实靖安此举是在试探上头的大领导对甄嬛的态度。这时候别看整个甘露寺都是靖安说了算，但皇家寺院真正服务的对象只有宫里头的那几位，靖安在其中，至多算是皇家分公司的小领导。甄嬛来甘露寺前，靖安必定打听过甄嬛此人的情况来历，知道甄嬛是公主的生母，在离宫前盛宠优渥，来头这么大，聪明的靖安自然不会轻举妄动。此时皇宫的大领导们对甄嬛的态度暧昧不清，除了皇后肯定表示过要靖安他们折磨甄嬛，另外2位领导也就是4大爷和太后并没有明确指示。这种情况下，靖安如果选择完全听皇后的话，和靖白一块欺负甄嬛，那万一4大爷对甄嬛旧情难舍呢？万一太后大发慈悲想要照顾甄嬛呢？到头来一旦这2位想替甄嬛出口气，倒霉的一定会是靖安自己。所以这个节骨眼上，靖安最好2头不得罪，一边他让靖白出面完成皇后的指示，让甄嬛的日子不好过。毕竟不是养尊处优的娘娘小主，砍柴浆洗擦地都得做的，和寺里的小姑子没什么区别。另一边他去装老好人，给甄嬛一点物质补贴，让甄嬛明确霸凌他的人是靖白。靖安身为主持，对他一直都挺好的，如此一来，靖安既完成了皇后的指令，又避免了得罪甄嬛可能要承担的风险，不是一般的狡猾。待皇后明确发话，佛法曰众生平等，莫愁娘子也不该有例外。让他们继续打压甄嬛时，此时的靖安相当于有了尚方宝剑。就这样，双靖二人组一个默许一个执行，配合得十分默契，对甄嬛的搓磨也越发的变本加厉。要不是梅姐姐给力，求太后派了方若前来，每月1次的照拂甄嬛，口妈咱嬛嬛还不知道过得有多惨呢。不过除了为人处事圆滑，能精准拿捏领导的心思，靖安最厉害的就是能时刻根据领导的动向，做出让领导满意的举动。莫愁这样日夜咳着有大半个月了，其实早2个月就在咳，只是没那么厉害。若不是肺痨，
怎么吃了这么久的药都不见好啊？没错，在方若和温实初好几个月都不来探望甄嬛时，静安敏锐地意识到宫里的动向有变。果不其然，太后病重，无暇顾及甄嬛。到现在，皇后只手遮天。于是，反应过来的双静二人组着急讨好皇后，便把对甄嬛的霸凌升级为要把甄嬛赶走。一样的，还是静白当坏人，带头诬陷甄嬛得了肺痨，偷了燕窝，死活要把甄嬛赶出去。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痨的人。就是，那还有别的香客敢来住吗？等静白的白脸唱的差不多了，静安再来唱红脸。表面上他是替甄嬛说好话，训斥静白这一些人做事做得太过分。你们怎么给他零碎折磨受的，我早就看在眼里了。真就这么容不得他吗？实际上，甄嬛被赶去凌云峰的事儿，却是静安本人一锤定音，一句莫愁啊，眼下你这身子这么不好，他们又怎么都不肯跟你共处，不如先搬出去吧。算是决定了甄嬛日后的命运。可当甄嬛苦苦哀求，表示自己无亲无故又无处可去的时候，静安又假意给了甄嬛一条出路。莫愁啊，凌云峰有几处禅房，你先去住着，不用修行了，一切等身子好了再说。要知道此时在外头寒风凛冽，冰天雪地，甄嬛身子本就虚弱，就这么被赶出去是什么后果？静安难道不知道吗？不，静安什么都知道，却还是这么做了。否则以他主持的身份和能力，但凡为甄嬛请个大夫，或者给甄嬛找个更好的去处，都不至于是这么个结果。随后静安师太此人极为难得的一点是他不会过河拆桥，关键时刻也会护住手底下的人。甄嬛凌云峰复宠，荣耀回宫之日，也是他清算旧账之时。欺负他的那么多人里，静白首当其冲，甄嬛恨不得一刀砍了他。大祸临头，静安还是出面替静白求了情，只是贫尼尚有一心愿，望娘娘成全。在甄嬛眼里，静安是个老好人，平日里给了她不少照顾，所以静安的请求甄嬛也同意了，就当是报她昔日的恩。师太要说的，本宫全然明白。本宫便饶他一条贱命，希望他能痛改前非，一心向佛。后来要不是静白自己作死，非要掺和滴血验亲案，静白估计还能活得好好的。综上所述，静安师太这个人真的是不可小觑的。在《甄嬛传》中，胖菊是怎样让太后心甘情愿去杀隆科多的？细品之下才发现，这一切早已注定。我们得先明确隆科多在当时的处境下，是不是非死不可？答案当然是啊。在胖菊处理年党一事时，张廷玉曾对胖菊禀报过一件事儿：臣已查明，年羹尧派家人四处经商，谋取暴利。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彬，伪编名色，私占盐池。这2年获取暴利超过17万两。胖菊意味深长地说了一番话：凡人臣者，图功易，成功难；成功易，守功难；守功易，终功难。若以功造过，必致反恩为仇。大家可以看看，此时胖菊的眼神可是直勾勾地看着隆科多的。这一番话看似是在说年羹尧，其实是在暗中敲打隆科多。胖菊初登基时，最大的功臣就是年羹尧与隆科多2人，这便是成功易。现如今年羹尧屡次僭越贪污，就是话中的守功难。所以隆科多听这番话时，表情十分不安。之后在群臣弹劾年羹尧时，胖菊向他们提起一个问题：前2日，朕问了年羹尧一件要紧事，自然了，朕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。接着胖菊继续说道：老八允嗣和老九允堂被关在宗人府也有些日子了，朕听说他们不仅不安心思过，还辱骂朕与先帝。你们以为朕该如何处置？看看胖菊这眼神，先看向张廷玉，后又看向隆科多，显然就是在试探2人的态度。张廷玉率先回答：罪臣允嗣、允堂结党妄行，他们若不思悔改，便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胖菊听完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实则心中十分满意。他接着又故意问起一旁隆科多：舅舅以为如何？隆科多的回答和年羹尧相差无几。奴才以为允嗣与允堂虽然有罪，但
终究是皇上手足，不如请族中的尊长到宗人府教导二人。隆科多这样一番话，其实已经让胖菊动了杀心。但是如今年羹尧还未倒台，他还需要隆科多在朝堂上牵制年羹尧，所以一切得从长计议。其实除掉隆科多比铲除年羹尧还难，因为隆科多不仅是功臣，更是胖菊名义上的舅舅。无论他犯下何种罪行，胖菊顾及天下人之口，都无法处死他，除了一个罪名，那就是谋逆。年羹尧不就是因为与敦亲王勾结，构成谋逆的大罪，胖菊这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的吗？胖菊很清楚，隆科多并没有谋反的心思，所以他才会早早做下准备，将年羹尧的长子给隆科多做义子。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，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，维持表面和气，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。若说他二人勾结，岂非皇帝就是主谋？这样一来，年羹尧倒台后，隆科多也难逃干系。谋逆的大罪，再加上其他罪责，隆科多已经是非死不可。所以这样板上钉钉的事儿，就是太后无法拒绝杀隆科多的第一个原因。毕竟，与其让隆科多声名狼藉的死去，还不如由他毒死，这样至少还能保留隆科多的体面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胖菊对太后说的一番话。胖菊知道太后与隆科多是旧相识，现在他要处置隆科多，当然得来太后这儿试探出他的心意。胖菊首先提到隆科多结党营私，与年羹尧早有勾结，就是隆科多结党营私，欺君罔上。年羹尧在的时候，二人勾结良多。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已久，他们二人岂会勾结？太后当然明白。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，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，维持表面和气，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。若说他二人勾结，岂非皇帝就是主谋？谁料胖菊十分坦然地承认，隆科多罪犯滔天，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，更何况他有10数条大罪。这样一番话就让太后明白，胖菊是铁了心不会放过隆科多的。接着胖菊又说起另外一件事儿，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，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，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？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在问太后，你俩是不是有私情？太后当然明白大胖菊的话外之音，于是她立刻辩驳，既然年羹尧不可留，隆科多就不能再杀，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愿皇帝过河拆桥，哀家所言都是为了皇帝的声名啊。这就很明显是在撇清关系了。此话冠冕堂皇，说着是为了胖菊考虑，但胖菊心里门儿清，他依旧不改自己的决定，坚持要处死隆科多。别人都可以放过，隆科多是非死不可。太后听后又搬出了孝义仁皇太后。隆科多是孝义仁皇后的兄弟，你名义上的舅舅，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，也该顾及孝义仁皇后的颜面啊。见太后多番为隆科多辩驳，胖菊心中更加气愤，因为他早就知道太后与隆科多之间的私情。于是胖菊也不再与太后含糊其辞，直接挑明一事：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，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声名。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，有两小无猜之情，皇阿玛不知，不代表儿子不知。胖菊这话就是在明晃晃地告诉太后，你和隆科多的私情朕全部知晓。太后听后果然有些慌乱，胖菊见状直接再来一记猛料：3月初3上巳节是什么日子？皇额娘比儿子更清楚。而这一日便是太后与隆科多私会定情之日。太后更加心虚，她竟不知自己的儿子早就知道此事。这些话一出来，太后自知无法辩驳，若她再为隆科多求情，不就是在变相的承认自己与隆科多有私吗？胖菊也终于说出此行的真正目的：皇额娘要保全的不仅是皇阿玛的颜面，更是儿子的颜面。皇额娘要是舍不得，那便是舍得了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
和皇额娘的太后之尊。这就是在威胁太后，你若舍不得隆科多，那朕也就不必舍不得皇额娘了。皇额娘可要好好考虑清楚，是乌兰那拉氏一族的荣光重要，还是隆科多重要？太后衡量之下，显然也有了主意。于是她微微点头。胖菊见太后动摇，便接着说：“至于隆科多，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敬起来，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声名。”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让太后亲自除去隆科多。太后明白其中深意，再也撑不住了，身子无力地往下一坠。这其实也是太后答应杀隆科多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她根本不能拒绝胖菊用太后之位要挟，就是在用太后最在意的家族荣耀做赌。而太后满盘皆输，因为她赌不起，也不敢赌。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太后对隆科多也并非全无恨意。当年你告诉我，先帝不喜欢粉蓝色，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，你让我入宫，只是为了要扶持你姐姐孝义仁皇后在宫中的地位。太后与隆科多年少相知，本来可以白首不离，但是她却忽然被告知自己要参加选秀，于是她便找到隆科多，叫他找法让自己落选。法子隆科多是说了，但不是让他落选，而是让他入选。太后如此相信隆科多，隆科多却为了利益而算计他，断送了他本该自由的一生。太后又岂能不恨，岂能不怨？你断送了我的一生，如今由我来断送你的。没有隆科多的扶持，胖菊很难顺利登上皇位。但是若没有隆科多当年的算计，又怎会有他如今这样凄惨的结局呢？一切早有定数。